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画一幅啊，就是关于菊花茶壶，就是这样一张这个创作的这样一张作品啊。那么今天的形式呢，教大家一种啊，就是比较新鲜的扇面形状啊。这个扇面的话呢，大家可以当然直接拿扇子去画，也可以呢在这个宣纸上画一个扇形，哎，画完之后呢再拿去装裱，那这都是可以的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拿这个宣纸啊，大家都有这个工具，我们就找最普通的工具，然后呢，教大家这个扇形的这种一个创作啊。扇形的话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宣纸上上面画一个半圆，对吧？上面画一个弧线，哎，然后呢，下面呢也是一样啊，画上一个小的弧线。这儿的话呢是那个两边啊扇形的两边，哎，这个地方给它画一画啊，这边也给它画一画，这就是一个小扇子形状。下边呢再加上一个小半圆啊就可以了。那这个就是一个扇形，我们可以呢在这个扇形的基础上去进行绘画。那当然，大家就是说这个形状啊，你像有圆形、有扇形，还有那种什么如意扇啊，各种形状，在这些宣纸上画的话呢，在这种形状上的里面画啊，它给人感觉，怎么说呢，会更加有趣，构图上更加变化多端。那也是一种构图的形式，一种构图的美感，大家呢都可以进行尝试啊。那么当然，那个空白扇子不是这样做的，空白扇子是一般啊，我们是先买那个空白的折扇，然后呢再直接上面画，后面有机会的话呢，我们直接在那个扇子上再画。今天先教大家这种的，对吧？简单的我们画一个扇形就行，这个大家画熟了之后可以很快画得很准啊。上面弧形大，下面弧形小，这样呢给它连接上两边就可以了。那这种构图怎么构图呢？和我们方形的也是类似，也是比较接近啊。比方说我们菊花啊要画在什么位置啊，它怎么一个走向啊，大概呢我们心里要有一个谱儿。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一个教大家来去画它。那么还有一种啊，就是说扇形，大家呢直接把它当成这种方形的纸就行。写意花鸟画当中啊，直接当成方形的，不要把它当成扇形的。就是怎么说呢？你比方画茶壶，怎么画茶壶的话，咱们就画成平的。你不要，比方说我这儿画茶壶，我要围绕着这个扇子这个边缘去画的话，给人感觉会倒，会歪歪扭扭的，咱就不要那样了，直接根据这个扇边去画。山水画当中的话呢，有时候会围绕这个扇子边缘，这个当成这个底边啊。那么咱们花鸟画当中一般就平的就可以了。那先来教大家茶壶的画法。茶壶的话呢，有壶盖啊、壶嘴儿、壶肚以及呢壶把儿。哎，我们就直接画就行。画的时候呢，可以找点墨成金这个毛笔，找点墨成金这款。然后呢，画的时候啊，可以怎么着呢？笔尖上调浓墨，看笔尖上的墨色浓一点，笔肚上的墨色呢浅。然后画的时候啊，可以先从它的壶身体开始画，就是壶肚子嘛，哎，这个最大的部分。通过这样的调墨手法之后，笔尖墨色重，笔肚墨色浅，对吧？那么让它怎么办呢？笔尖朝上，笔尖朝上去画它。弧度呢也是比较大的，看往这边像一个小括号形状一样啊，把它括起来，往这边往外扩，然后呢往这边回收，这边呢也是一样，看往这边往外扩啊，回收，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小茶壶的小肚子是吗？这样去画它，中间的话呢还能出现一些干的笔触，这个底下呢还有一个壶的小壶的小茶壶的。底部是吗？这样画完之后，它画面当中自然而然就存在这个干湿变化深浅的变化也有，是不是？那感觉太干了没关系，我们这个时候呢，再调点水分再调点重墨呀，再给它进行补充就行。看这些感觉太干的地方，想让它湿润的地方稍微进行补充一下就可以了。看，稍微进行补充一下。这就是茶壶的脚肚子。那么还有呢，就是再往上面走，就是它的。这个小壶盖壶盖的话呢也是一样，看从这儿提上来，从这儿呢再提下去，这个是它的小壶盖，壶盖子上面有一个小把手是吗？
把这个也给它画出来，直接用浓墨去画它就行。那壶盖上面是什么颜色呢？也可以画成墨色啊，一会儿我们再画它啊，因为现在笔上墨色太重，壶盖呢墨色让它适当的稍微浅一点，不要太重啊。先用这个浓墨画出它的壶嘴儿啊，壶嘴儿呢可以画在这边，这个地方是它的小壶嘴儿，哎，然后围绕这个小壶嘴儿呢，它也是这种干擦的笔触，用侧锋干擦的笔触去画它。哎，这就是小壶嘴儿是吗？这边的话呢，还有一个小壶把儿，小壶把儿也给它画上，哎，对吧？就可以了。哎，这就是小壶的一个基本造型。然后这个时候，其实笔上已经是淡墨了，没有那么太重了。这种状态下呢，再把它的这个，哎，这个壶盖儿啊，给它画出来。啊，不管怎么说吧，随便染一染就行。哎，稍微让它有一点干的笔触，可能会更自然一点啊，也不要让它太干啊。大体上这样稍微浅一点就行。看这个地方上边啊，稍微浅一点就可以了，不要太浅啊，差不多就可以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小壶的一个画法。小壶画完之后呢，我们继续往后面去刻画呀。调整它啊，比方说我们壶的后面啊，画这个菊花啊，先画茶壶，后面画菊花。菊花怎么画呢？可以画在这个地方啊，这儿画上2朵是吗？这儿画上几朵，我们开始画菊花。好，那画菊花的话呢，因为我们这个尺寸并不是很大，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啊直接用这个小楷毛笔去画它，调一个浓度适中的墨色，不要太重，也不要太浅，中墨的这样一个层次。干了之后，它会适当的变浅一点啊，不要太重的墨色。然后呢，开始画菊花的花朵。那么画成什么样子的呢？比方说我们这儿画一朵花，用那种画复瓣的形式。哎，这个菊花花朵啊，大家可以加以变化，不一定和我画的一模一样，可以运用我们之前学过的画单瓣的，还是画复瓣的，还是画这个平头菊啊，还是画什么菊花啊？哎，这个可以自行选择，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啊去选择。比方说，看啊，这边画上一朵。这个是一个菊花的这样一个勾勒方法，是不是？然后让它朝向哪个方向呢？整体上啊，让它这边花瓣多一点，这边花瓣多一点，这边呢花瓣少一点啊。整体的朝向啊是偏向于上方，然后呢偏向于左上方的这样一朵花。这边呢我们也来上一朵花，这边这个花啊，整体的呢给人感觉更像于朝左边的这种状态。整体的花瓣都是有向心性，都朝向这个花心。这朵在前，然后后面这朵呢在后，所以说画的时候呢，后边这个看，这花瓣要避开上面这个，它在前面，它在后面嘛，所以说要有一个前后关系。然后注意，花瓣的一个外轮廓，有些呢要有凹凸变化，凹凸变化不明显的地方，可以适当的多加上一些，让它有这种凹凸的变化出来，效果啊才自然。哎，这小茶壶也是要避开，哎，茶壶在前，菊花在后，对不对？那么还有什么呢？还可以加上一些小的花苞，这个地方加上一个小花苞，这边呢也加上一个小花苞，这边也加上一个小小的花苞。看花苞的话呢，也是有聚有散去画它啊。基本上我们菊花的大形态就画成这样就行。画完菊花之后呢，还不够，画出它的枝干啊，画出它的叶子，对不对啊？叶子的话呢，可以啊，这是它的枝干啊，我们可以先画枝干。这是它菊花的枝干啊，这边呢也是，
菊花枝干怎么长的？哎，它有一定的穿插关系。把这枝干简单的勾勒一下。这儿可能会长上来一组叶子，哎，这边呢也是一样，这儿可能也有一组小叶子，把它叶子的分布情况呢也给它简单的交代一下。这儿也是有一小组叶子，哎，这边可能还有一小组叶子，把它叶子的分布情况啊大体上交代一下。可能上面有一些小小的组的叶子，哎，继续往下画。再往下画的话呢，咱就开始直接画叶子了呀。叶子我们画成什么颜色呢？可以啊，换个赭石颜色的啊，或者是呢，换那个藤黄颜色也行，换一个颜色，藤黄颜色。哎，调一个藤黄颜色，然后呢，笔尖上多调墨色，画那种啊即将枯萎的状态的感觉。茶壶它是墨色的，咱们叶子啊就尽量避免开墨色，带点颜色的，它出来效果啊会更加显得有层次。好，然后呢，这边我们来上一片，中间这个最大啊，越往两边去带的话呢，它越小啊，稍微小一点的，再往上面去带，看这儿还有一组，一笔最大的，两笔稍微小的，这儿可能有两笔更小的。这是两组小叶子了，这儿可能再加上一组啊，给它丰富一下。再往上面去走，这儿我们可以再加上一组，看1，哎，2、3、4、5，哎，这是一个稍微侧一点的叶子。再往远处去带啊，这个时候颜色变浅，调点水分，不用重新调颜色，调点水分之后呢，看这儿再加上一组，哎。给它补充一下是吗？看着这地方，其实咱们是画了两组，看一组在前，一组在后，但是第二组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颜色是非常浅的啊，对吧？它的颜色是非常浅，并且给人感觉呢，看不出是一组叶子来啊，它是体现的是这种层次感。有时候咱画画也是需要这种啊朦朦胧胧的感觉，画的时候咱心里要清楚，它是两组啊，甚至3组，但是呢，给人感觉。画完的效果，哎，却感觉非常丰富。画的时候要胸有成竹才行啊。这边我们也可以加上一小组，是吧？哎，1、2、3、4、5，哎，这是一小组。这边我们也可以再加上一小组，哎，是别看很小这些组，但是呢，却都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像这些地方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呢，这个菊花啊叶子我们也可以完成。菊花叶子的话呢，趁着这个没干的时候，咱们去画它的叶脉，换小楷毛笔啊，然后调浓墨画它叶脉，因为只要是加了颜色，那么它的一个胶性都是非常大的。直接画叶脉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它会自然的晕开那么一点点，需要这种晕开啊。如果说写意花鸟当中它一点都不晕啊，那你会发现线条是非常呆板的，哎，有时候啊晕开那么一点是非常自然的。所以说呢，要善于运用这种啊水润的晕晕的效果。叶脉给它加一加啊，叶脉加好之后呢。这些地方都是一样啊，叶脉画的时候也要有一定的提按变化呀，不是一根直线的啊，它是有一定的提按的，给它加一加。好，那么加完这些之后呢，咱们继续往下画，画出什么呢？画出花的颜色啊，菊花花朵我们可以画成各种颜色。其实菊花的颜色它有白色，有黄色，有这个绿色的，有这个紫色的，是吗？什么红色的菊花都有。所以说呢，这个菊花的颜色我们是可以自由去搭配的。那既然我们叶子是选了这样一个黄墨的这样一个颜色，对吧？那
花儿呢，咱就尽量避开黄颜色。哎，如果说花儿也用黄颜色，会有点冲突，对吧？就不太协调了。那怎么办啊？我们可以啊换一个颜色，换一个呢，比方说偏红的橙色，或者是呢偏蓝偏这个绿的啊，偏绿的这个偏绿的颜色也行。总之呢，咱就不要画黄颜色了。那我们可以画个什么颜色呢？比方说，我们画一个绿色的啊。绿色的花儿其实有多种画法，我们一种呢是可以勾线啊，通过勾线去画它；还有一种啊是直接去画。那么我们今天啊画一个比较清淡一点的啊，比较清雅一点的，这个用勾线的方式去画它。藤黄加花青，对不对？这个毛笔要顺干净，然后呢，也可以加上一点啊深绿色，把这个绿色呢给它提亮一点啊，少量的呢加点花青，少量的加点深绿啊。调好这个之后，我们可以啊直接开花了。画的时候呢，看可以啊勾勒这些叶子，对吧？可以进行勾勒，看中间的这些啊填补它，然后越往两边去呢，这些花瓣啊我们是勾勒进行，而不是说直接去填它。越往外面去带，哎，越是勾勒。这种状态是体现的什么效果呢？就是这个花啊，它是那种发绿的菊花，然后呢，里面花心啊颜色比较重，外面的这些花瓣呢颜色啊它是越来越浅的，有点像啊偏白的菊花了，是吗？外面是白颜色，里面是这种绿颜色，画出这种感觉。看中间花心的地方啊比较重，外边啊反而比较浅，很自然的去点它就行。这样出来的菊花，它是显得非常清雅的啊，非常清淡的。这些地方给它勾勒一下，颜色浮勾它一下。小的花苞也是一样，给它染一染。染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哎，靠近花托的地方啊，咱们重一点啊，上面呢稍微染浅一点，哎，这样就可以了啊。这就是一个偏绿色的一朵啊花儿，其实白绿色是吗？有点像白色，也有点白绿色的感觉。哎，给它过渡一下，染一染。然后你像花托呢，也要给它加上，花托也给它加上。那这样的话呢，画完这个之后，我们还可以再继续添加它的一些补景啊，比方说茶壶，光茶壶和菊花显得是有点单调的，还可以加什么呢？还可以加上一些茶杯是吗？茶杯没画呢，也可以加上一些小的红果、小野果、小红果或者小樱桃是吗？都行。我们可以啊，在这个地方再加上一些补景，还是用这根小楷就行，画上2个小茶杯。小茶杯怎么画呢？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画上2个这个，弧线，画出一个类似于小的椭圆形一样。这边呢也是一个啊，它是画的什么呢？画的是小杯子的口是吗？杯口。那么杯口画好之后呢，杯身啊，它有多高呢？这个小茶杯有多高呢？把它给它加上去。这边也是一样。给它加上去，对不对？这是2个小茶杯啊。茶杯画好之后，茶杯上是不是会有一些花纹呢？啊，可以调一个花青色。花青色呢，就有点像那个青花瓷的感觉，是吗？加上2条线，这边呢也是一样，加上2条线，加上2条横线就行。这就代表着这个小茶杯啊，它不是那么太平的啊，它是有变化的。也可以调点藤黄和后面做一个呼应，是吗？给它染一染它，
复勾它一下，把这个小杯子的边缘，里面的茶水我们画啥颜色呢？茶水的话可以画这个赭石颜色。赭石颜色要浅啊，不要太重，稍微浅浅的赭石色，给它呢画上这样一小点，给它染一染。哎，这茶杯里面啊装着茶的是吗？装的茶的，可以直接喝的。然后呢，还有就是一些小的红果，可以呢，你看整体画面，茶壶、茶杯啊这块其实算是重点啊，这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重心。那么围绕茶杯呢，再加上一些特别抢眼的红颜色啊，画面当中会更加有趣。小红果的话呢，我们可以调一个朱砂颜色，或者是呢用朱标也行，朱砂有点重，可以用朱标色，调一个朱标颜色。然后呢，再调一个曙红颜色。画的时候呢，咱也要注意，先调朱标，然后呢再调曙红。用笔的时候呢，可以稍微的慢一点，看左边一笔，右边一笔，是吧？一颗小红果，就是那个山里面那个小野果子，是吧？就这样画的，很简单，直接把它画圆形就行。看，然后呢，前面一颗要不要后面再来上一颗啊？后面我们也来上一颗，这儿呢我们再来上一颗，让它有一定什么呀？有一定的聚散变化，有些很密，有些很稀疏。这边我们要不要也来上2颗啊？当然可以的，能留出一个小高光，咱还能留出小高光，这样显得这个小果子呢，它是比较亮的比较有透亮感的，是吧？留出一个小高光、小白点儿，能留就留，留不了也没关系。小野果一般都有果柄果柄也比较长，把它的小果柄也给它加上，这个地方小果柄给它加一加，看。这是它的小果柄，这边连接上，这个是它的小屁股的地方，这边也是一样，看，小果子给它加上，这样的话就是说整体画面那么它的一个视觉中心就彻底放在了这儿，因为这边有没有发现颜色对比是非常强烈的我们虽然这幅主体好像是画的菊花，但是呢，好像中心已经变化到了这个局部这个地方。首先2个小茶杯颜色和它们都不一样这2条蓝线，小红色的果实也和它们颜色不一样，也非常突出那么就会导致画面中心都放在了这儿。那这种情况我们是好事儿中心嘛，有视觉中心是好事儿，但是呢，我们会感觉到有点过于强烈了，缺少一定的呼应关系。小红果还好，这儿有，对吧？那么这蓝色稍微显得有点突兀，怎么办既然创作嘛，我们就要考虑到全面一点。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在画面当中寻找和它可以呼应的地方。什么地方可以呼应绿色和蓝色其实呢是有点接近的。那既然能有点接近，咱怎么办想一个办法，让这个绿色的花心的地方让它蓝一点，看这些地方让它稍微蓝一点，是吗？我们在这些地方稍微的用这个正好没干呢，怎么样？用花青颜色给它再染一层。那这样的话呢，既能起到刚才我们想要达到的效果，就是说呼应，是吗？画面当中和这个地方有了呼应，又能起到一个什么效果呢？增加层次。本来是白色和绿色2个层次，那最中心的地方、最中间的地方咱们又加了一些这个花青，导致呢中间更重了，周围发绿，再往肩上它是白色，那么增加了相当于
一共3个层次了，画面当中的层次感也会显得更加丰富，并且呢，这个蓝色和这儿还有一定的呼应关系，整体画面会变得更加和谐。就是创作过程中，根据当下的这幅画面的一些场景的需求，我们可以呢进行自由的一些变换啊，进行自由的一些添加，或者是呢自由的一些减少。比方说这个地方，我如果说啊，我就不想加这个啊，我不想加这个蓝，然后呢可以怎么样，把这2条线画成什么状态啊？画成发绿的一个状态是吧？画成发绿的这2条线，那么和画面也会有一个呼应。这就是创作过程中啊，我们内心的一些思考的一些感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啊，可以按这个感受呢去进行一些发挥，进行一些创作。好，画到现在呢，接下来我们就提上字就行。那我们就可以提个小字啊。题字的话，这幅画面我们题在这边，这边是比较空的一大片儿啊。那么我们题字就题在这边。扇形的题字方法呢，参考着这条外面的轮廓线啊，这样去题它。题字要这样题，或者是呢，题字按照这个边缘去题也行。这幅画面的话呢，题在这儿是比较合适的。菊花嘛，是秋天的，我们可以提个秋晴。这个字儿呢，咱们就顺着这个边缘去提就行。印章也是一样，印章的话，我们就顺着这个字儿去扣啊，你不要扣得很正嘛。字儿是这样提的，印章也这样随着它去扣。好，包括最后的话呢，现在画面已经比较干了，我们可以呢再进行一些点上它的蕊也是可以的。当然，这种花蕊其实大部分是看不到的，想给它点上去也行啊，用墨色给它呢简单的点上这么1、2点的花蕊啊，也是可以的。中间透露着那么1点花蕊就行，不要点太多，有这个意思就可以了。好，那么今天这幅作品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大家呢可以根据今天所讲的内容啊，进行自由的发挥，进行创作一下。你像我们今天画的这菊花是吗？可以画成其他颜色，或者是呢画成单瓣的，或者画成那种平头菊啊，或者画成小野菊是吗？都行。这是一个变林啊，这是算是变林了啊。大家那样画的话，好，今天课程我们就讲到这里。